干法医这行，我信一句话：死人不会说话，但尸体永远不会撒谎。你上次刚破的连环杀人案上了通报，局里给你放假。什么情况？我是死了吗？他是谁？你还活着，但他要死了。他叫苏清渊，大雍朝冷宫废后，你与他是同一缕魂魄，只不过相隔了1000年。我的好姐姐，救命！你还有一次机会，替他复仇，也是救你自己，你愿意吗？我将重写这段命运。姐姐，你怎么这样不小心？快把手给我，妹妹拉你上来。你这么喜欢看别人淹死，不如自己先尝尝这滋味。苏清渊，你找死！陛下，姐姐疯了，臣妾好心救她，她却要拉臣妾一起死。废后苏氏冲撞贵妃，杖责20，押回冷宫。陛下，我不是自己落水，我是先被人下了针，再被推进池里的。姐姐，你就算恨臣妾，也不能这样胡乱攀咬。柳如梅袖口有苦杏仁味，方才她身边宫女还在说，给三公主送去的杏仁落不能凉。陛下若现在不查，今夜子时前，三公主将不再存在。苏清渊，若你敢拿公主性命胡言乱语，朕明日就要你的命！那就查，查完了你就知道，今天掉进水里的不是我，是柳如梅的命。陛下，姐姐自己落水，还要诬陷臣妾，如今竟连三公主都拖下水，她分明是疯了。苏清渊，最后一次机会，证据呢？证据就在她身上。第一，她刚刚拉扯我的时候，指甲刮破了我的手臂，指甲缝里一定还嵌着我的皮肉。第二，西岸青苔最厚，她鞋底若不沾青苔，就说明他根本没站在那里救我。第三，我脖子上的针孔还在，若陛下不信，现在就让太医来看。回陛下，苏娘娘手臂上的伤确有柳贵妃指甲里的血肉残留，柳贵妃鞋底也确实沾了西岸的青苔，至于脖侧，像是细针刺入留下的伤。陛下，臣妾不是故意的，臣妾只是想拉姐姐失手而已。至于内针，臣妾真的不知道啊。失手？你失手一次，就想要我一条命？柳贵妃言行失仪，掌嘴失下，禁足朝阳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得外出。还来得及，立刻去查三公主今日入口的东西，尤其是杏仁糕。去查。是。不是暴毙，是砒霜。苏娘娘，内务局说白芷姑娘突然暴毙，要连夜抬出去埋了。还真是你，柳如梅，你不光要杀我，连我身边最后一个活人都不放过。不好了，三公主出事了，快传太医！现在轮到你们来求我了，这是给你的，把东西挖出来。娘娘，这可是宫里埋下去的尸首，私挖是大罪呀！他不是病死，是被灭口。想活命，就帮我把真相挖出来。胃里残留白色颗粒，唇齿青黑，舌根发僵，是砒霜，不是自准，是下在药里慢慢送进去的。还有皮屑，他死前抓过凶手。大胆苏氏，擅挖公尸，惊扰亡魂，给我拿下！你们来得真快，看来杀白芷的人比我还怕他开口。陛下，就是这个毒妇，她白日里妖言惑众，夜里又私挖公尸。如今三公主果然出事，不是她还能是谁？陛下，臣妾早说过，姐姐疯了，她这是要拉整个后宫宫给她陪葬啊！苏清源，你不是说三公主会死吗？现在她死了，你来告诉朕，这是巧合还是你做的？让我验尸！放肆！一个废后也配碰皇家公主的尸身？你这么怕我碰，怎么？怕我碰出不该碰到的东西？
朕给你一炷香，查不出死因，你给三公主陪葬。都别动，凶手就在这间屋子里。三公主口鼻有苦杏仁味，牙龈发暗，指尖蜷缩，不是暴病，是情毒。她入口的东西不多，桌上杏仁糕、点心、银食全都要咽。你又在胡说，什么情毒？闻一闻就知道，简直荒谬。杏仁糕没毒，点心也没毒，有毒的是你换过的银石。你怕银池残毒伤了自己，所以用袖口垫着呢。还有，你右手虎口有心烫伤，是刚才用滚水化过毒粉留下的印子。张太监，你要不要告诉陛下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奴才错了，奴才也是被逼的。毒针封喉，杀他的人就在外面盯着。封宫，一个都不许放走。苏清渊，朕再问你一次，这案子和你有没有关系？说和我有关，张太监刚才就不会急着说出幕后主使。陛下，张太监死无对证，他当然可以怎么说都行。倒是臣方才抓到一个夜闯进宫的刺客，身上搜出靖安侯府的令牌，谁不知道靖安侯府正是废后母家？三公主一案，说不定就是他和娘家里应外合，想借机翻身。原来如此，杀我不成就改杀公主，公主死了，又想顺手把我苏家一锅端。柳国公，你这一步棋下的可真够狠！你放肆！即日起，苏青衣协查三公主的案子，至于靖安侯府，暂由禁军看守。案子没查清之前，谁都不准轻举妄动。苏清渊，若你查不出幕后主使，三公主的命和靖安侯府满门的命就一起算在你头上。陛下，证据确凿，昨夜刺客夜闯进宫，身带靖安侯府令牌。三公主刚死，废后苏氏又提前妖言惑众，此事若不严惩，皇家威严何在？柳国公，你说这是我苏家的令牌，那你可知我苏家府兵令牌用的是什么木？这自然是侯府制式。我苏家府兵令牌用的是3年阴沉木，质地发黑，遇血不慎。这块令牌却是新木做旧，昨夜刚染上的血，连味道都没散。柳国公，拿个现做的假货来栽我苏家，你是不是太急了点？一派胡言！把昨夜抓到的刺客带上来。这人虎口深后茧，肩颈有甲片摩擦旧伤，走路先落右脚外侧，是常年骑兵冲阵留下的习惯。可我苏家世代文臣，哪来的骑兵死士？倒是柳国公府手握玄甲营，最不缺这种人。单凭几句话，就想往本宫头上扣帽子？柳国公，此事你怎么解释？靖安侯府暂免问罪，但仍由禁军看守。苏清渊，3日之内拿出真正主使的铁证，否则朕照样抄了靖安侯府。退朝。你不是昨夜才进宫的，你之前去过皇陵。三公主不是你们真正的目标，你们杀她是为了把所有人的眼睛都引回后宫。真正要藏的东西在皇陵，对不对？你来晚了。快，传太医！谁派你去皇陵？说。皇陵。柳国公，你想藏的不是一个死人，是一座坟里的真相。陛下口谕，3日知县已过1日，皇陵一案若真有线索，还请苏娘娘尽快查明，也好还先后与苏家一个清白。姑陪你来不是信，是盯着你。若你敢借皇陵作乱，姑第一个杀你。太子勒马！苏清渊，你这马不是受惊，是中了药。你们看他眼底发红，口角流血，后腿发颤，是药性发作。有人算准了山道转弯时让他发疯，要太子死在坠崖上。有刺客！护驾！护驾！他们不是来杀你一个人的，他们是怕我们活着到皇陵。玄甲营的人有血腥气，人昨夜刚来过。谁敢动姑母后的灵？守灵官脖子上的刀口很直，是军中短刃。这片甲叶是玄甲旗常用的护肩甲片，
昨夜刺客薛邸又有皇陵封土，太子殿下，现在你还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你说他们在藏什么？三公主案是拿来引开所有人视线的，真正要藏的不在后宫，在这里。若我没猜错，他们怕我们看到的不是灵被动过，是先皇后的棺。开灵，开棺。太子，先皇后生前用的供粉是谁家进的？宁香阁，柳家开的。苏娘娘，这能看出什么？不是暴毙，是慢性铅毒。铅粉积毒不是一日两日，他是长期用了含铅过重的供粉，日积月累，生生被毒死的。你是说，母后这些年不是病死，是被人一点一点害死的？是，下手的人很聪明，不让他立刻死，只让他越来越虚，越来越弱，最后所有人都会觉得他只是病重了。若证据坐实，姑亲手剁了柳家满门。木门落下了，是火油，他们要把我们闷死在里面。不是普通石灰，是硝粉。你想做什么？皇陵为了防盗，墓道里会埋火枭和导气孔，正门出不去，只能从排水侧道炸出去。炸皇陵，这可是先后陵寝啊！不炸，我们全死在这里。想活，就把你母后的灵炸开。动手！捂住口鼻，所有人退后。我原以为这女人只会验尸断案，没想到她连杀人时都冷得像冰。这回真完了，炸陵开棺，还死了这么多人。回京后，柳国公一张嘴，咱们都得掉脑袋。前提是，他张得开这张嘴。陛下，废后苏氏妖言惑众，蛊惑太子擅开先后陵寝，又在皇陵纵火诈毙，惊扰先后亡灵，其心可诛。皇陵守灵官被杀，盗洞在前，刺客埋伏在后。若非苏清渊，姑已经死在山道上，母后也还要继续背着病死的冤名埋在地下。柳国公，你急着给他定罪，是怕什么？太子年幼被他蒙蔽也是常事，谁知道那所谓证据是不是他临时伪造？证据呢？先皇后陪葬脂粉盒里残铅未散，守灵官死于军刃，刺客身上有玄甲营救伤。昨夜我们被困地宫，说明随行路线早就泄了出去。皇陵一案不是意外，是杀人灭口。够了，苏清溪，朕再给你最后3日，把柳家与先后供粉皇陵刺客三公主案的铁证全都拿到御前。若拿不到，你和靖安侯府一起陪葬先后陵。原来内鬼跟着我们一起回宫了。你真确定内鬼今晚会来？皇陵路线只有随行的人知道，地宫机关落得那么准，不是外头有人神通广大，是我们自己人一直在报信。今天我故意让所有人看到木匣进了佛堂，里头装的却只是石头，真证据我早藏起来了。若内鬼不上钩呢？他会上钩，因为柳家等不起了。留活口，杀了我吧！柳国公让你来拿什么？是供粉账册，还是调兵的东西？四门兵马已经……抓刺客！柳家要调4门兵马，他们疯了！不是外臣，人还在宫里。这是朝阳宫大宫女才会配的制式玉坠。李公公，陛下口谕，明日午后设春宴，命后宫诸人、太子、苏娘娘一并赴宴，不得缺席。来得正好，他不是想在宫里杀人吗？那我就让他在所有人面前下不来台。前几日是臣妾失礼，惹姐姐动怒，今日春宴，臣妾特意亲手熬了燕窝向姐姐赔罪，还望姐姐莫再与臣妾置气。既然是赔罪，不如先让你身边的人尝尝，也好显得有诚意。姐姐说笑了，臣妾方才已经先尝过一口，若有问题，臣妾岂会安然无恙？
你喝，人家都喝了，分明无毒。姐姐若还不信，臣妾愿再饮。毒不在燕窝里，在盏口。药粉薄薄涂一圈，单喝少量不发。遇热久急攻心。你方才先喝，是从没毒的那一侧喝的。我把盏口转了半圈，你的人喝的才是毒。柳如梅，你赔的不是罪，是命。柳如梅，三公主案未清，你还敢在春宴上当众下毒？你真当朕瞎了吗？臣妾冤枉，臣妾真的不知道。你若不知道，方才我转盏时，你抖什么？褫夺柳如梅贵妃封号，摘金册，禁足朝阳宫。朝阳宫上下全部严查。放开我！你们放开好，我！好得很。哼，原以为只是个冷宫废后，倒真养成祸患了。国公，若再不动手，等皇帝顺着春宴、皇陵、三公主一条线往下查，只怕再等，等来的就是抄家灭族。传我命，玄甲营暗调4门，宫里的人准备开门。既然他们要查，那就让他们先死在宫门里。这就是柳国公口口声声说军纪最严的西营。这怎么可能？冬衣里塞王花，那士兵靠什么过冬？殿下，殿下终于来了！不是西营不想领粮，是根本领不到啊！冬天送来的军粮一半发霉，一半被调走，棉衣看着厚，里头全是芦花。去年腊月冻死了17个弟兄，尸首呢？就在那口枯井里。不是战死，四肢末端坏死，牙龈发白，胃里只有草根和糠皮，是先饿后冻，活活熬死的。吞的不是军饷，是人命。这是去年入冬后西营和4门换防的粮部账，每次缺的那部分都被改迁到玄武仓，小人不敢再藏了，再散下去，死的就不止这17个了。玄武，又是玄武。陛下，军中辎重偶有损耗，本就是常事。一个老军需官与废后串供，再拿几袋坏粮、几件烂衣就想诬陷臣，未免可笑。损耗，柳国公，这件冬甲外层是好布，内里塞的是龙花，这袋军粮上头铺的是新米，下头压的是霉粮。井里那17具尸首，胃里连1粒完整米都没有，你管这叫损耗？今日冻死的是西营士兵，明日若宫门有变，守不住的就是京城。玄武门换防营每月多领3成粮部，却始终不见食物入库。柳国公，你给姑解释，粮去哪儿了？回陛下，去年冬月开始，玄武门的粮一直是抓刺客！证人死在金銮殿，说明玄武门的人早就烂透了。父皇，再拖下去，柳国公迟早要把刀架到您脖子上。你怎么看？柳国公吞军饷不是为了发财，是为了养兵。养兵不是为了自保，是为了今夜或者明夜开宫门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撒一把米，看哪只老鼠先跳出来。我放出消息，说皇帝今夜会把搜到的账册和兵符证据转去东宫密藏，并由玄武门副统领周胜亲自带人换防护送。这个消息只有3个人知道：李公公、周胜，还有一个曾在朝阳宫出入频繁的掌事宫女若兰。若今夜东宫有动静，就说明人就在这3人里。不止，若玄武门也同时动了，说明周胜不是一人，是整门都被买通了。照他说的办。周副统领，今夜若出半点差池，东宫掉一片瓦，我都算在你头上。苏清渊，若你猜错了呢？我若猜错，我以命谢罪。可我若猜对了，陛下就该知道，你身边这堵宫墙早就不是你的。快点，国公只要兵符，不留活口。拿下！真的是他！说，柳国公什么时候动手？太子殿下，您抓晚了。国公今夜子时开玄武门，娘娘让我把东宫烧起来，逼陛下和太子都往这边来。不好了，玄武门失守，柳国公带兵杀进宫了。来了。清君侧，诛妖后，护国本。
他们不是试探，是要一口气杀进太极殿。那快护驾去太极殿！去太极殿就是等死，那里地方大，门又开阔，最适合他们围杀。殿下，小心！姐姐，你可真能折腾。若不是你步步相逼，父亲也不必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父亲造反，还要怪我没乖乖去死？你不是最会验尸吗？今晚死的人这么多，姐姐可要看仔细了。只是我好奇，这次还有谁给你验尸？陛下，咱们还是从西角门先撤吧。宫门一失，城里禁军怕是也……不能撤，今晚一退，柳国公就能名正言顺占太极殿，挟天子杀太子，到时候就不是宫变，是改朝换代。那你有办法？走，撞！这是……他们不是要杀进宫里吗？那就让他们进，进得越深，死得越快。给我半个时辰，我要把太极殿变成他们的坟。火油分3路，铺在太极殿前的单壁石缝和左右侧门，烟火好埋在回廊转角。所有自己人袖口都缠白布，口鼻蘸水巾，没有白布的，一律当叛军杀。此处守卫松懈，随我来。让前头的人假装撑不住，把他们往殿前引。护驾推入太极殿，挡不住了！玄武门能丢，太极殿不能丢，给姑杀！真正要命的人还没到。苏清渊，你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？娘娘救我！我什么都说了，荷花池是您推的，白芷是您让奴婢下的药，三公主、春燕、开玄武门都是您让奴婢传的话呀！贱婢，你敢污蔑本宫！污蔑？荷花池边是你的青苔鞋印，白芷手里抓着朝阳宫衣料，春燕独斩上是你的手。柳如梅，你每一步都觉得自己藏得很好，可惜你太喜欢亲手杀人了。那你就先去死！完了，他把最后的底牌都压上来了。陛下，推进殿里，装给他看。退守太极殿。小雪，你也有今天！父亲，先杀苏清霄，先杀他！柳国公，你不是想进太极殿吗？现在进来了，怎么反倒想走了？陛下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臣妾是被父亲……闭嘴！柳氏毒害宫妃，谋害公主，勾连叛臣，撕开宫门，即日起废为庶人。这根差，你配带到今天已经赚了。逆贼！别追，他是故意引你出宫。萧决、苏亲王，你们今夜赢的只是一座宫城，我要的是天下。苏清瑶，今夜若无你，朕与东宫都已成刀下死魂。即日起，你副掌奉印，统领6宫，协查叛党。陛下，北营南仓两地旧部异动，有人持柳国司令连夜调兵。宫门这一局我们赢了，可天下那一局才刚开始。姐姐赢得真漂亮，可你再厉害，也只赢了宫里，宫外那盘棋，你看得懂吗？看不看得懂，先看你值不值得说。你父亲的命，你苏家的命，还有柳国公下一步走哪条路，这些只有我知道。荷花池、白芷、三公主、春燕、玄武门，你手上欠的人命，一条一条都在这儿。你现在不是来和我谈条件的，应该来求我，让你死的别太难看。父亲带走了半枚虎符，还带走了玄武门3个月的调兵册。朝阳宫庄匣暗格里有他要拿的漕运图和南仓要牌。今夜之前，若你们拿不到，南仓一开，他就有粮有甲有路。南仓？你们以为父亲逃出宫是逃命，他那是去拿命。
拿你们所有人的命。同一招用2次就不灵了。你不是爱亲手送人上路吗？放心，等柳国公败了，我会让你清醒着看着他怎么死。这是假传圣旨的急稿。童于福居然连兵部也暗中勾结了吗？苏娘娘，不好了！晋安侯府外来了官兵，说是奉旨抄家，侯爷和府里的人全被堵在门口了。抄我苏家的门，那我就去抄他们的脸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逆贼乱党，即刻收押。慢着！皇后娘娘，薛侍郎，假旨都敢拿出来念，你是活够了。这是御前急旨，下官怎敢作假？真正的内廷圣旨用的是龙纹云剑，纸面玉朝不散墨。你这张边缘一沁水就晕，是民间熟宣。再看玉印，真玉印用朱砂混龙锡，色沉而不腻。你这印泥掺的是松脂和铁屑，是兵部封官文牒常用的配料。放肆！这根本不是御前旨意。下官也是奉命行事。奉谁的命？兵部还是柳国公？哪里走！打死他！抄家是假，夺牌是真。你们急着围我苏家，是怕我先找到南仓。刘老匹夫不只是造反，他这是要带着京城军械去开边门。今夜子时之前，南仓必须拿下，晚一步，边关就不是我们守，是别人来收了。车到了，动不动手？再等等。还等什么？如果是粮车，前重后轻，可这几辆车压痕一样深，里头装的不是粮，是铁。这老贼是要卖国！动手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殿下，抓住我也晚了。国公爷要的东西已经先一步出城了。你们运的不是逃命的粮，是开边门的刀。郑奎，你比柳国公还该死。北营兵营在哪儿？出去的那辆车又送去了哪里？杀了我，你们也追不上。兵部有人开蛮关防，十里亭有人接应，再往北就是国公爷的地盘。接见你们的人是兵部尚书崔松。你以为你咬着不说是在替柳国公争活路？你现在不开口，明早金殿之上第一个被推出去砍头的就是崔松。崔松一倒，兵部一翻，你们那条北上路一寸都别想走。十里亭只是幌子，真正要送走的不是军械，是雁门的街防密令。国公爷拿着旧印一到，北营旧部就会认齐。这简直是要里应外合。禀太子，仓后少了一辆空车，车辙一路往北，已经追不及了。不用追了，明早朝上，先砍兵部这只手。陛下，南仓军械本就是兵部督运，偶有调配再正常不过。至于这份文牒，下官从未见过，定是逆党伪造，想拖臣下水。伪造？那崔尚书不如先解释解释，为什么这2份东西上的印泥都掺了兵部军械司才会用的松胶和铁屑？单凭印拿，岂能定罪？这怎么会是兵部火印？私放军械，伪造圣旨，勾结逆党。崔松，你还敢说与你无关？这些东西也可能是靖安侯旧数偷运。去年冬月起，4门玄武北营每一笔缺的粮和甲都落到了你的手里。崔松，你不是被拖下水，你从一开始就站在柳国公那条船上。陛下饶命！是崔尚书给的官府，是他让我们先围侯府，再开南仓，再把街防密令送出北门。国公爷说，兵部不倒，边门就开得成。拿下！你们现在查清又如何？柳国公昨夜就已过居关，等他到了雁门。陛下，雁门守将沈烈昨夜暴毙，北营旧部认了柳子旧印，边军大乱，雁门副仓已逝。暴毙？怎么死的？
不是暴毙，是下毒。又是毒？和春燕、三公主一样，药下的极薄，热酒一冲，立刻攻心。柳国公不是单纯叛逃，他是一路把毒下到了边关。若雁门真让他接上北营旧部，再往别就是外敌，那时候就不是攻辩余孽，是借敌扣关了。传旨，立刻议兵。来不及了，朝上再议一回，柳国公就能把第2个守将毒死。边关这趟，我必须去。不行，边关是刀口，不是后宫。你去那里，不是查案，是送命。留在京城就不是送命。柳国公一路下毒，开门调兵，他最清楚哪条线最脏。现在雁门守将死法和春燕一模一样，除了我，谁能最快把人从毒里验出来？臣请随行。臣在北营还有几名旧识，至少能任其任人。若让柳国公先一步把北营旧部收干净，再想抢就难了。这是监军金令，持此令，北上沿途军役州府边仓皆可调度。若遇通敌拒命延误军机者，先斩后奏。苏清渊，朕给你权不是让你去死的，活着把边关给朕带回来。边关我会带回来，柳国公的命我也会一起带回来。这刀削铁如泥，路上别讲规矩，谁拦你先捅了再说。你守好京城，别等我回来发现门又让人开了。启程。这分明是冲着娘娘来的。人不是昨夜死的，是刚被挂上去的，勒痕深浅不一，说明凶手人不多，动作很急。趴下！有埋伏，迎敌！柳国公，你不只是逃，你是真把外敌也带进来了。别顿，别乱！不对，什么不对？箭是北敌的，人不全是北敌的。真正从山坡上射下来的箭，角度该更陡。可这几根入地太平，说明有一半人藏在路边灌木里头，离我们很近，人不多。他们是想用北敌箭吓乱我们。左边灌木丛只有10几个人，别往山上冲，杀路边。谁让你们来杀我？你不是一直埋伏在这里，你是刚从前头驿站退出来的。前面驿站出事了，留活口，走。老一成，是谁干的？不是山匪，是自己人。他们先拿军包再杀人，说要赶在娘娘前头。雁门的人，他临死前出去追过人，鞋底带湿泥，泥里混着河沙。驿站到北边是山道，只有东南方向临河渡那一片才有这种山。临河渡300石军粮，今夜改道。他们不是要断你路，是要断雁门的粮。前头有人拒关，后头有人断粮。柳国公不是在逃，是在铺路。去临河渡，谁敢烧粮，我就先烧了谁。这些粮都没了，若送去雁门，只会害死军士。给本官烧，一粒都不许留。没粮？那你急什么？先让我闻闻。监军娘娘，您怎么会在？上头铺烂米，下头藏新粮，臭味不是没出来的，是故意泼了湿水和烂菜汤，好叫人不敢细查。许猫，你不是怕军士吃坏，是怕他们吃上这口粮。臣只是奉令销毁。奉谁的令？粮车里藏军械，你们表面烧粮，实则借着报损，把军械和粮一起送去雁门外。许茂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当着我的面把边军的命往河里扔？今晚谁再敢动一粒粮，我就让谁先变成灰。这是假传朝命，信先我们一步到，雁门若真认了，别说进城，连靠近都难。你们杀义旗挂师示威，不是为了拦我，是为了把这份假令送进雁门，对不对？黄沙驿里留下的雁门副将裴善，你们一路替他送杀人的箭，他替你们开关的门。柳国公这条线已经和雁门里面的人连上了。你想活，我给你一条路。现在派人按原计划送信，告诉裴萧，粮已烧，路已清，我明早才会到。娘娘，您这是要……他既然想关门打狗，那我就让他先把门给我关死。禀娘娘，前方30里，雁门城已升黑旗闭四门，城头还挂出了缉拿告示，上面写着苏清徐持假令扰边，见者可诛。很好，既然他不让我光明正大进，
我就换个方式亲。来者止步！朝廷有令，邀后苏氏假传监军金令，图谋边关。若再上前，格杀勿论。放肆！监军金令在此，谁敢不开门？本将手里也有兵部与朝廷联署急令，真伪一目了然。李公公，你若再替逆贼张目，本将连你一并拿下。那是真正来送朝令的异族吧？裴萧，你连朝廷使者都敢杀？妖妇胡言！放箭！这就是明着反了。他不是不敢开门，是不敢让我进去。城里一定有更怕我看见的东西。西南角旧排水道，献帝27年重修时我来过，那地方能进人。什么人？不是暴毙，又是毒。先是毒，后是勒。这是副将甲肩上的漆，沈烈死前和凶手狠狠干过一回，临死还从对方甲上抠下了证据。将军不是病死，他那夜喝过裴副将送来的践行酒，半炷香后就倒了。老夫说是中毒，他们就把老夫锁起来，说再多一句就把我也埋了。苏清瑶，本正就知道你会来开死人嘴，把灵殿围死，一个都不许放走。妖后潜入边关，惊扰将军灵冠，诸军听令，立刻拿下。你们都说沈将军暴毙，那就睁大眼看清楚，暴毙的人后颈会有针孔吗？喉骨会被人捏裂吗？手里会死死攥着凶手甲上的欺骗吗？这是将军死前口唇发麻，手脚抽搐，是中毒，不是疾病，是有人下了手。老东西，你找死！你毒杀主将，伪造军令，拒朝廷监军于关外。裴萧，你不是守关，你是在卖关。是又如何？沈烈死守旧规，根本不配待雁门。柳国公有兵有粮有旧部，他来了，雁门才有活路。末将愿听监狱号令，为将军报仇。敌袭，城外来敌，是柳字旗，还有北狄狼旗。拿下他！晚了，我早让人去开西瓮城。刘国公一到，这座城就不姓萧了。全军听令，拿下此城。烽火呢？怎么还不点烽火？回公公，守台的2个人都死了，火盆被泼了水，火影也不见了。他们不是来不及回，是想等柳公进城后，再慢慢把台烧干净。点火，现在就点！这怎么可能？烽火台明明已经被熄灭了。来得正好，把他们放进瓮城，我要关门打狼。娘娘，这要放进来？瓮城就是给他们进的，不进来怎么一锅端？给我斩！苏清渊，你这女人真该死！比起你卖官卖国，我只不过是把门给你关上。开门，快开门！国公还在里头。开的是城门还是国门？裴萧，你该给雁门赔命！你自己看看。裴萧，当着雁门将士的面，把你做过的事自己说一遍。是我给柳国公开的线，沈将军不肯让位，我就下毒。兵印、官房、居官的假令都是我接的。柳国公答应我，等北营归齐，雁门归我。狗贼，你拿将军的命去换自己的官！柳国公，你听见了吗？你不是清君侧，你是通敌卖官。这是还有大军。苏清瑶，你守得住一座雁门，守得住整条北京吗？这不是一座关的事了。我知道，柳国公要卖的，从来都不只是雁门。北狄主力已经到山外了，若他们天亮前就攻，雁门未必守得住。他不是从正面军阵冲进来的。你看出什么了？
3更，白狼道唤旗，见旧印即归。白狼道，那是通北营的暗山路。柳国公昨夜没能拿下雁门，就改去拿北营。只要北营见旧印倒过去，明天天一亮，雁门就不是被围，是被自己人和北狄一起夹死。那还等什么？快传令北营啊！不用传了，白狼道的风水已经被他们劫过了。这是你最后的机会。沈将军不是暴毙，是裴萧下毒后勒杀。巨官的假令，放柳国公入边的线，也是他开的。今夜当着雁门所有将士的面，给沈将军偿命。杀我行啊，可你们杀了我，也改不了北营要换旗的命。柳国公旧印一到，那些老兵还认你们一群经历来的人吗？闭嘴！苏清轩，你守得住这道门，守得住北营的人心吗？等他们见了旧印，明日替柳国公来撞门的，就是你大用自己的兵。那就趁他们还没跪，先把你的头送过去。禀娘娘，白狼道烽火塔被劫，弟兄们死了8个。北营今夜3更点将，说见柳子旧印如见旧帅。我带人去白狼道。不是去白狼道，是去北营，把那面该换的旗狠狠干回来。快！还不动手？再等一步。杀！竟真是柳家的人！不是死于剑伤，是先被5口勒死，再拿来冒充宋令的王族。他真敢割官！这不是借兵，这是卖国。带上来！监军娘娘，老臣只问一句：是柳国公真反，还是你们经理人想借机砍了我们这些老骨头？真一族被他闷死，假军令被他顶进北营，你们要见的旧印在这里。可你们旧帅给北狄的不是军令，是3道关：割雁门、云中、武川3关，输岁粮30万石。段老将军，你们若今夜换旗，不是去迎旧帅，是亲手把自己守了一辈子的门送给北狄。北营段荣，愿听监军号令。禀娘娘，柳国公趁夜压城，北狄在雁门外架起头车，城里被扔住了死人和死羊，弟兄们都说是异祸来了。回雁门，他们想用天灾乱军心，我就先把这层鬼皮给他剥下来。娘娘，怎么了？逃难车不会压出这么深的辙，前车后轮已经快陷进石缝了，里头装的不是人，是铁和油。是火油车！他们把妇孺绑在最前头当壳子，后头藏的是工程火油和弩气。若让这批东西进雁门外营，天亮那一轮投石，就真不是吓人，是烧城。先救人，再烧车，一个都别让他滚出峡口！你们不是来打仗，你们是来把雁门直接烧成一座死关。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回临时营拆解。3关开路，北境岁粮分半。事成后，以雁门北境5城换北狄出兵3万。成，这老贼是要把半条北线都卖了。有了这个，柳国公便是当着天下人的面，也洗不干净了。禀娘娘，雁门城里出事了，敌军用头车往城中抛死人、死羊和破酒缸，城里不少人都说是一神作祟，军心已经乱了。还有人趁乱往城里几口大井投了东西。回城，柳国公，你卖官我有证，卖国我也有证，现在该轮到我回去，把你那点装神弄鬼的把戏一刀劈开了。都别碰酒水，都别乱！这不是一笔，是下毒，不是天罚。杨氏先被药死，再用污水抹身，井里投的是砒石和乌头，不是一尸。真有瘟疫，死羊肺会烂，皮会起斑，可这些都没有。他们就是想吓你们，让你们自己把城门打开。听见没有？不是天罚，是敌手。
京都不是城外人扔进来的，城里还有内线。不只是内线，他还在给城外的人开第二扇门。关门，杀！果然是你这吃里扒外的东西！小人只是怕城破，给自己留条活路。留活路？柳国公给北狄的是5城，不是5条活路。你替他开门，他连你祖坟都守不住。明日怎么攻？说。天亮后，柳国公带汉军旧部主攻西门，北狄王子屠烈从东侧压城，若5时前攻不下，他们就只能退。因为昨夜黑石峡那批粮和火油本该今晨到营。也就是说，他们现在最缺的不是兵，是时间。很好，那明天这一仗，我们就陪他耗到断气。娘娘，这会儿还不下令放箭？按兵不动。西门下的大佣兵都给我听清楚，你们柳国公昨夜不是借北狄的兵，是把雁门、云中、武川3关连同北境5城一起卖给了北狄。别听他胡说，攻城！放！一群废物，都给我上！撞开城门！开西侧副门，跟我杀！苏清轩，你赢得了1场，赢不了1世。至少今天，雁门不是你的。别追！屠烈和他的东西，比他更值钱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你们不能动！黑风谷，那地方是旧矿道，下面全是硝石和废火雷窖。柳国公不是撤，他是去点一把更大的火。雁门这一仗我们赢了，可他真正要炸的不是一座城门，是整条北线。娘娘，地图上这处黑风谷到底是个什么地方？旧矿道，早些年朝廷在那里挖过硝石，后来塌过一回，便封了。底下还埋着一批没运走的火雷窖。若那地方真有火雷窖，柳国公退去那里就不是撤。这不是行军图，是引爆图。3条雷线，一条炸白狼道断北营，一条炸雁门外坡埋城下援军，最后一条直接通谷底雷窖。他要炸的不是一处，是整条北线的咽喉。你父王让你打前锋，是来夺关；柳国公让你先进谷，是来送死。屠烈，你以为他在借你们的兵，其实他连你们也想一并埋了。刘老狗，他敢！他已经敢了。现在我只问你一句，火绳埋到哪一步了？3更前，谷底雷绳已埋2城。真正的火头不在谷底，在北口废矿井。什么？北口废矿井？去黑风谷。柳国公既然想把北京一起送上天，我就先去把他的火掐死在地底下。这简直像炼狱！别让他们点到北京，北京下面通旧雷窖。周伯，谷里还有几条雷线？3条：白狼道、雁门坡、谷堵雷窖。可真正要命的不是火绳，是风。阴石一道，古风道观，火头一窜，整条谷都得飞。有没有法子断？北京下有旧水闸，开了能淹1半雷沟，可晚了，他们已经点了引沙。不是快点了，是下面已经烧起来了。怎么了？高升，你刚才去过埋雷沟。狗东西，你带我们走的是假路。说，柳国公让你拖到什么时候？你手指甲缝里的黑泥是刚摁过雷绳沟留下的，你袖里塞的硝粉是怕走远了找不回点火口。你不是带路的，
你是回来确认火有没有烧到？别杀我！国公说，只要拖到寅时，宫里谁都出不去。可旧水闸还没封死，从西边废矿口下去还能开。段荣，你带人去救被扣下的矿工傅少，侯爷跟我下西矿口。柳国公既然想拖时间，那我就先把他的时间狠狠干断。不好！怎么了？主火头不在这里，水闸淹掉的只是明线，真正的雷在废矿井最深处。柳国公就在里面，他要亲手点最后一把火。这要是真点着，半个山都得飞。待北敌主力入谷，关两口、引总雷、大拥北敌，一并埋。这老东西是疯了！他不是疯，他是知道自己卖国的事瞒不住了，所以想把所有知道的人，连同北敌一起埋干净。大人，点火的人带着狼骨号角上去了。他说等北敌一进谷就吹号，让东口一起放人进来。侯爷，你带人守住矿口，谁也不许碰雷窖。我去山丘上把他的号先给他吹断。号还没吹，你就先急着给自己挖坟了。苏清渊，你拿个俘虏来就想吓退我？谷下所有人都听着，这就是柳国公给北敌准备的猛礼。等狼骑入谷，关两口，引总雷，大拥北敌，一并埋。丁家三，闭嘴！拦住他！北营听令，封东口，别让一个通敌的跑出去。那里让弓手直打西南坡，把那道堡眼打塌。大山？那后头是旧排扎坡，打塌它，碎石能埋住第二道暗沟。总雷不能全爆，只能让它炸半边。他这是拿半座谷换了整条北线。你们还是来了。苏青云，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我死了，这局就完了？里面是什么？你猜，是京中替我开门的人，还是还没死绝的柳家县？又或者是你最想保的那位陛下早就被人盯上的证据？柳如梅，她在宫里还有人。想知道，那就去黄泉底下看。柳国公，你到现在还只会这一招，输了就想拉所有人一起死。后路塌了，再不出去，全得埋这儿。砸这里，这不是死井，是通风井。苏清渊想抓我，晚了。柳家人果然都只会这一针。我若成了，天下就是我的。你不是想要天下，你只是怕输。柳国公伪造圣旨，毒杀公主，吞军饷，开宫门，通敌卖官，割城换兵，欲以黑风谷总雷埋进大雍与北敌两边人马，哪一条都够你死100次。请监军下令。成王败寇，何必说的这么好听？依军令，柳国公就地问斩。禀皇后娘娘，丽婷昨夜失火，柳如梅不见了。陛下近晨忽然吐血昏厥，太医说像是中了旧毒。柳国公死了，可柳家的刀果然还没收干净。雁门交给段荣，屠烈押回军帐，其余人随我回京。是朱砂，还有鹤顶红的味道。怎么样？真是旧毒？不是旧毒翻上来，是有人把毒养成了旧毒。
猪鼻里掺了丹砂实心散，平日一点一点进手入口，不足以立刻要命，只会让人像救急缠身。可今天有人又在安神汤里加了龙典饮，把前头积着的毒一下全翻了出来。也就是说，陛下不是今天才中的毒？对，有人早就在御前下手，只等今天引毒发作。空白照签，他不是单纯被毒倒，有人在逼他写照。不好了！司礼监清库时发现少了一匣空白照签，还有一枚御前备用小喜。凶手要的不是立刻杀他，是要陛下昏着，给别人腾出3天写照夺权。柳如梅呢？马上带我去火场。是。不是他。柳如梅养尊处优，手上不会有这种针锏。再看他左耳，柳如梅当日春燕被拖下去时，左耳坠被生生扯裂过，耳垂上应该有豁口，可这具尸体双耳完整。那烧死的是谁？齐王。叶庭这把火不是柳如梅一个人能放出来的。她从地牢逃走的是司礼宫暗道，烧死替身留的是王府一线。她不是逃了，是有人把她接走。禀太子、皇后娘娘，齐王殿下听闻陛下病重，已经连夜进宫，此刻正在宫门外请见。他不是来请见的，他是来接诏的。皇兄病重，国不可一日无主。太子年少，皇后久在边关，朝局不能久悬。臣请暂代监国，待皇兄醒来，再完璧归正。太医院院判昨夜畏罪自尽，死前留下供状，言明陛下所谓救毒。太子殿下早有察觉，却强压不报。把尸体抬上来。他既然畏罪自尽，那正好。死人比活人更不会撒谎。自缢而死的人，舌会外伸，眼会胀紫，颈痕上提，后颈有挣扎磨伤。可他舌不出，眼不胀，颈后干净，绳痕却浮得死白。这是人先死了，再被人挂上去的。这供状也不是太医院写的。墨里混着龙血和朱砂灰，是司礼官的墨。一个死在太医院的人，临死前却用司礼监的墨写供状。齐王，这解释你来给吗？还有，谁天天替陛下磨毒珠，谁的手先烂？高让，御前的朱笔是你经手的吧？高让有嫌疑，自可再查。可皇兄一日不醒，朝政仍不能空着。今日日落前，本王会请宗正寺与群臣同议监国。高让，你是真把自己当成主子了？柳如梅在哪儿？叶庭那把火是你放的，暗道是你开的，空白诏仪也是你偷的。你不说，今晚就不是你一个人死。你9族，我一个都不会漏。柳妃从叶庭走的是司礼宗旧道。齐王今夜子时去太庙，去取先帝留在奉先殿里的宗庙复玺。他想拿复玺逼宗正。奉先殿，别让他们拿到。走，今晚去太庙，看看柳如梅和齐王到底想把谁扶上去。果然是你们！姐姐追得可真紧，可你再快，救得了皇帝吗？你给他下的第3味饮药在哪儿？你猜是在御前香里，还是在今夜的奉先殿香灰里？过了今夜，毒入心脉，到时候齐王拿复玺监国，太子下位，姐姐就算活着，也只能眼看着。复玺让他先拿，可他今晚偷袭这件事，我已经给他记死了。明日午时前，太子就不再是太子。皇兄病重，复玺在此，宗正诸公亦在。皇后夜闯太庙，太子失于护驾。今日若还不议监国，才是对社稷不忠。齐王说的好听，可昨夜奉先殿暗阁为何被撕开？这封页上压印巨载，明明白白记着，复玺昨夜之前从未起封。一个封页能说明什么？高让私动太庙，本王也是今早才知。今臣在东宫书房暗阁搜出此物。太子私调兵马，勾连边军，意图趁陛下病重，把持朝局。连环计。皇嫂，凤印可以继续拿着，可东宫这件事总得给宗正、给天下一个交代。午时之前，请太子交兵权，听议。皇后娘娘，
证据俱在，再拖下去只会更难看。假的，娘娘空口白牙。真正的东宫兵符背面龙鳞纹第7片有一道旧缺，是太子13岁时练旗摔裂的。你这枚鳞纹完整，再看这几封密信，东宫平日用的是诚心纸，纸心细白。你这几张边角带黄金，是司礼官库纸。至于印泥，掺了松脂和铁狮，和崔松、薛平那一路假印是一个味儿。葛城，谁让你栽赃东宫？京畿营统领葛城。兵符是谁塞进来的？第3位引药，谁送进了紫宸殿？我只管为东宫，引药不是我送的，是朝阳宫旧佛堂那边。齐王说，只要把太子先按住，后头自有人让陛下醒不过来。朝阳旧佛堂，果然他还在宫里。姐姐终于来了，再晚半个时辰，陛下心脉就真锁死了。别动！你们若逼急了，我把最后一位方子带进棺材，小姐就只能陪我一起死。齐王若真坐上去，第一个要灭口的也是你。你替他下毒，替他开路，替他烧牢放火，等他监国那一刻，你活着就是证据。你以为你还有筹码？没有，你现在唯一能争的，只是死在齐王手里，还是死在我手里。好，那姐姐就记好，朱比丹砂是底毒，安神汤里的龙源乌邦是引毒，最后索性那一位在奉仙殿的香灰里。想救他，得反着来，用我这支簪针上的残毒做药引，3针逼心，再放黑血。这不是救人，是要命。9成会死，1成会活。姐姐不是最会赌命吗？这次赌萧绝的命吧。太极殿集中响了，齐王这是要当殿宣诏。来得正好，我去救人，你们把柳如梅给我拖到殿上去。你真要用他的毒簪？他说的没错，这毒不是1层，是3层，普通解毒解不到心脉里。可若一错，人就没了；可不做，他也活不到天亮。脉没了，陛下，殿上怎么样了？齐王在等你死，那就让他先把自己作死。皇兄病危未醒，太子失德，皇后擅权。今日本王依立法暂赦朝政，待天命再定。慢着，皇嫂来的正好，柳氏逃狱，本王正道。齐王，你要监国，可以，那先把这些账也一起监了。叶庭放火，是你的人接走柳如梅；司礼监偷诏，是你的掌印；高让奉仙殿撕开父系，是你命令的；东宫假兵符、假密信，是你今晨塞进去的。至于陛下的毒，你自己说，是你一个人的主意，还是齐王和你一起下的？一起！是他让我用毒养救急，是他让我等着今日逼诏，是他答应我，等太子废了，就让我做新的皇后。妖妇胡言！来人，拿下皇后和太子！谁敢？陛下，朕还没死，你就这么急着坐上来？齐王萧恒勾连内廷，假诏逼宫，图谋监国，即日起削爵废为庶人，打入宗人府死牢，听候庭审。柳如梅废妃逃狱，毒害君上，罪无可赦。此朕陛下，皇后娘娘，东宫床下挖出火雷铁罐和引线，火绳已经烧到半尺，再晚一步，整座东宫都要炸了。娘娘，再不搬走就来不及了。谁都别动。怎么了？这是双保险。不是双保险，是怕人救，谁越急谁死得越快。狮背细沙铜钱，不要碰床，先锯床腿，放低引死。还有火！这是子母雷，床底这罐只是子雷，真正的母雷不在这里。这是救天工厂的做法，3字字母一相连3处。别守东宫了，真正要炸的不是这张床，是明天要站人的地方。还有火口，不是炸东宫，东宫是假的，是把人往外赶。辰时一到，太极钟一响，母雷自鸣，满朝都在上面。明早大朝，所有人都会上太极殿。明早不是有人要监国，是有人想让满朝文武连同皇帝、太子一起飞上天。皇后娘娘，太极殿乃朝仪重地，您带刀兵擅入，是何体统？闭嘴！孔大人不是要体统吗？
那你现在就站上去，再过半炷香，体统和你一起炸。起砖！真有雷！这线通哪？不对，这木雷不是只靠钟响，它还连着一处命火，命火一断，子母一起鸣，命火一烧，宗人府那边也得炸。他们不是想拿齐王监国，他们是怕齐王活着开口。不是火焰，是迷魂香里掺了毒灰，他们要趁乱灭口。认得吗？永宁宫，柳如梅和邓寻以前常在那儿见面，那里有后宫旧废道，也有先帝年间废掉的香道密室。说完，他们手里还有最后一份诏，不是监国诏，是废除诏。今夜若让他们在永宁宫把香道打通，再借奉先殿告祭一宣，你们就算不死也得背上弑君谋庙的罪名。苏清渊，你若不拦住邓迅，今夜奉先殿一响，整个萧家的脸都得被他踩烂。那就去永宁宫，我倒要看看柳家最后这口棺材板是谁在替他们盖。这是西域奇香，没想到竟藏在这里。这不是后宫废殿吗？怎么会通奉先殿？说，皇帝每次祭香后的酒是不是都从这里喂进去的？是邓成让奴婢守着这条风道，每逢祭祀，他就让人往奉先殿主香里添饮药，风一走，香就顺着旧道回子辰。陛下每次祭后都要头疼发热，奴婢还以为只是旧病。所以父皇这些年的旧毒，每回祭祀都在加深。他们是想在凤元殿里做局，逼太子背上谋逆，再把诏一宣。不止，他们要先用毒香乱人，再用火楼炸殿，最后把废除诏往太子身上一按。邓晴说，今夜告祭一成，活下来的也得跪着认诏。今晚他不是要夺位，是要把活着的人也一并写死。陛下，今夜安宗告祭若取消，外头只会更乱。可若照常办，照常办，但香换成我们的，火雷提前掏空，礼官也换成我们的人。你要将计就计。邓寻现在最怕的不是我们知道，是我们知道了却不去。可若他今晚不露头呢？他会露，因为这诏还差最后一笔，差陛下昨夜被逼写下的那角血诏原旨。那就让他来拿。今晚凤岩殿不是我们去送祭，是请柳家最后这只鬼自己爬出来。先帝宗庙在上，陛下病中早有密诏，废东宫，择皇后，今日当众宣。你敢宣，我就敢当着祖宗的面，把你这份假诏一寸一寸撕给大家看。此诏以陛下血旨为底，以宗庙旧印为证。写纸是真，字却是后写的。真正被写进过的纸，墨下会浮毛，可你这份字迹压在写层上头，边缘一丝毛翘都没有。再看折痕，昨夜那角血纸在陛下掌中攥咒，折痕应先于字，可这份诏上的字却正正好好跨在折痕中间。柳如梅，你是把一张真血纸硬写成了一封假诏。邓瑜，你骗我！我输给你，可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邓群要的从来不只是诏。他去哪里？我们登楼，9场火号一响，外头那些还没死透的就都来了。去午门，今晚谁敢点9成火号，我就让他先从登楼上掉下来。都给我听着，只要火号一响，外城旧部、城中暗线同时起事，明日满京城都会知道是太子谋逆，是皇后逼宫，是东宫要夺位。邓行，你点一个试试。我为何不敢？复玺、废除诏都在我手里，只要火号一起，真也成假，假也成真。现在你没火了？你拿一张拼出来的烂纸，也敢叫诏？第一，昨夜陛下掌心里那角血纸是攥咒的，血该往里聚，你这张却是方平后再蘸血，血晕四散。第二，陛下病中握笔无力，昨夜留下的笔势虚浮发散，你这张诏收笔却硬得像刀。第三，真诏盖地玺，不盖你从凤仙殿偷来的复玺，你偷来的不是天命，是赃物。跪下！抓到我又如何？苏清妖，你这辈子都洗不掉废后2个字。当年荷花池那一针都没弄死你，算你命大。邓晴，你这张嘴
总算替我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了。9成的火，你点不起来了。可当年烧到我身上的那把火，今晚我要你亲手给我灭。邓群、勾连刘等谋诈宗庙，伪造诏书，齐王萧环假诏逼宫，谋夺坚果，2人同罪，交3司会审，待秋后明正贬凌。呈上来。当年你在荷花池边说，你不是失足落水，是先被人下了针，朕没信。邓群，朕让你亲口说，废后旧案是不是柳如梅、柳国公与你等合谋构陷？是。李关关，把当年的废后诏拿上来。昭告天下，当年废后苏氏乃受缠构陷，险死冷宫，旧案今日尽数平反。柳氏党羽欺君罔上，罪证俱全。自今日起，中宫苏清渊清白昭雪，尊位如初，凤印、金册、坤宁宫主位皆归中宫。凡再有妄议中宫，再敢动其性命者，以谋逆论。当年那一阵是朕欠你的，今日朕先还你一个真相。臣妾记了很久，以后不会了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朝你伸手，先过朕这一关。这一针到今日才算拔干净。参见皇后娘娘。